我们要大胆的创新，做出一个不是雪蹦的，让他们看看嘛。我一直强调，做什么都不能丢了气势。你就慢点儿。这是怎么样？我们不和他合作，只要你主导研发，工程师人选你来挑。谢谢你，我不考虑，我没兴趣。哎呦，我就奇怪了，医院全力的支持，给你最大的研发自由，去做一个跨时代的医疗器械。哎，我也奇怪了，你一个胸外的，主攻肺结直的，怎么对人工心脏那么感兴趣啊？那个，为广大患者谋取福利。那什么，院长过2年就退休了。他希望我做接班人，更进一步为患者服务，特别是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对医院来说是很重要的目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知道你是为你自己着想的，同时也是为了广大的患者谋取福利，这不矛盾啊！我和患者的利益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人工心脏早就成熟了，为什么不进口？就是因为价格太高，价格高形不成市场。可是现在全国每年的心衰患者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只要研发出用于临床的国产人工心脏，才能把价格降下来，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你搞研发根本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你让我去，那不是浪费我时间吗？还有你说那句话，1000万患者的时间，你找别人吧啊，我不考虑。哎，你干什么呀？你松开！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让人家吃，你快点松开啊！你去做吧。你抓着我干什么呀？松开！哎，院长。刚才我在行政楼看见唐佳瑜和刘副院长公然的拉拉扯扯的。唐主任的手术技术咱都见识过了吧？人家的私事，咱不多嘴了啊。但这2个不能混为一谈，技术是技术，人品是人品。一想到他是因为和刘副院长关系不清不楚才上位的，你就一点不生气啊？我气呀！一开始你们都生气，我也觉得可气，但是后来我冷静的想了想，你说气什么呢？气坏了身体是自己的，龙龙。我觉得吧啊，只要能够按时下班，按时发工资，龙龙，其他的事情咱别多管。是，你说的都对。所以为了我的身体，我以后也应该少跟你说话，因为跟你越说我越气。换药去。你气什么呢？护士长，他来了，让大家准备吧。哎。小强，今天换药不哭，就给你糖吃。哎，主任，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了？刘副院长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刘副院长说，医务处临时检查，让唐主任务必去跟医务处长欧阳打个招呼，希望1面带微笑，2态度可亲，3最好少说话。这个欧阳处长是谁啊？喂，今天医务处临检，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最好能提前去跟医务处处长欧阳认识一下。是刘凤副院长让你打给我的吧？不是，是我自己想告诉你。哎，对了，你去的时候啊，态度好一点，也不用太好，就跟你平时那个态度正好相反就行了。哎，不，我可不是说笑啊。哎，我这有一电话，先挂了。怎么感觉你们都挺怕这个欧阳处长的？检查强群的重要意义。心外病人术后需要在走廊多走动，这样有利于康复。病人走路时手可能会扶墙，扶过墙的手很有可能会接触到伤口，所以不仅是强群，整个心外病区都应该保持干净和整洁。吴护士长还是和以前一样，让人放心。唐主任，你好，唐佳瑜。唐主任，在心外手的卫生很重要，
我刚才摸了很多东西，就不跟你握手。我只是来打个招呼。再见。你等一下，处长，这几个病例有问题。住院号036，危重病例讨论记录上级未签字；住院号079，入院大病例上级未签字；住院号021，手术同意书上级签字未经转到分中。吴护士长，这几位病人的上级医生是谁？让他们来一下。都是重病组的病人。不好意思，欧阳处长，可能是最近工作太忙，我忘记签了，我马上去补签。按规定，1个月病例违规超过3次是要扣10%奖金。扣吧，再见。还有，还有什么？听说唐主任上一份工作的薪水很高，可能不在乎这点奖金，但是作为中心的主任，我有必要提醒你，希望你今后可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为心外的人做一个表率，而不是充当反面典型。否则的话，难以服众。你说的没错，我之前的薪水底算很高，而且一定比你想象的还要高很多。我是克梅德医疗中心薪水最高的外科医生之一。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多说几句。医院用那么高的薪水请我来，用我这双手是来手术的，不是签字的。可能欧阳处长文职做了太久了，已经忘了一个医生的本质。你什么意思？主任，也是平台来电话，黄雪春死亡供体了。是吗？供体在我安和，那是不是给器官移植的其他院打电话就行？是。唐主任，欧阳处长，我来只是跟你打个招呼。你想扣钱还是处罚都随你的便，我还有正事要做。你慢慢查卫生，希望今后我们也不要遇见的比较好。再见。不是，主任。接什么？哎，你好，我是新外唐佳瑜。啊，对，器官移植。你办公室在几层？我去找你。你转身。唐主任，我们又见面了。唐医生，好久不见。唐医生，哎，又见面。你是不是2年前瘦了？办啊，我一动就喘不上气，连女儿都抱不动。我给你看小萌的照片。你这么大了，2年前还是个小 baby。哎，孩子长大了，可我还是老样子。别着急，做完心脏移植，你就可以抱动了。这次真的能做移植手术吗？唐医生，在国外是你救了我，后来我们因为保险失效的事情回国，当时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移植手术不能由你来做，没想到兜兜转转你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心脏。不是我带的，是碰巧有跟你配型成功的供体，但是能不能做成手术呢？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现在的情况非常好，供体就在安和医院，少了运输，减少变数。躺下，给你做检查。江百烈，你配王雪纯做术前检查的时候要寸步不离。虽然他现在情况还不错，但是心衰依然很严重。他是我的老病人，我不希望有任何问题。明白，唐主任。秦大中有话说。我能不能申请接病人去做检查？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有副主任之称，做2周都屈才了，怎么现在愿意做陪检这种杂事？为患者服务，不分贵贱。主要是我对这个病例比较感兴趣。那好吧，周达，负责科里其他的病人。好。龙向东、江百烈，你们2个负责从捐献者那取供体，开胸之后确保心脏 OK， 给科里打电话。好的，唐主任。
那还有其他吩咐吗？没有了。走。哎，你跟我们唐主任在国外就认识啊？对，我有遗传的扩张性心肌病，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是他救了我。那他在国外怎么样啊？都什么情况？你是什么？工作。像科梅德那么有名的心脏中心，那儿的人都怎么看他呀？评价很高啊。两位好，我是安和医院医务处处长欧阳真宇，请问两位是袁蕊的父母吧？啊，我是袁蕊的爸爸。小蕊怎么样了？电话里头说她遇到车祸了。因为两位在外省，所以电话里面不方便细说。很抱歉，经过医院多个科室会诊，你们的女儿袁蕊已经被确诊脑死亡。袁蕊生前是器官捐献的志愿者，现在她的心脏已经找到了合适配型的病人。如果两位没有异议的话，请签字。你是干什么的？啊？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袁蕊捐心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对我没尽过一天孝，你知道吗？就这么死了，还要把自己捐出去，简直自私到了极点。我告诉你，没门儿！副主任，刘师范，今天拜你所赐，我见了一个特别讨厌的人。那不用问了，一定是欧阳真宇。他为什么那么讨厌啊？他只是性格有点特殊。我跟你说，能在安和啊让人又敬又怕，这人啊肯定就是他。哎，我觉得你们俩性格挺像的，其实以后没准可以成为朋友的。你说什么？我跟他像啊？哪儿像啊？他是个机器人。我跟你说啊，欧阳在安和10年了，他是从医务处最基层做起来的。他刚到医务处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么讨厌吧？好像也是这样。啊？那他上级领导怎么能受得了？院长特别欣赏他。你看他平时工作认真、铁面无私，做事呢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从来不动摇，所以大家才这么敬畏他。哎，被你发成一朵花了。喂，说。进。家属为什么会拒绝捐献？坐。我问你，家属为什么拒绝？在国内，器官捐献不容易被接受，这是很正常的。你说的真轻松啊！江百烈说，家属强调不允许协调员，也就是你进入病房。也就是说，你在协调签字的时候态度有问题，所以才给家属造成这么强烈的反应。这么难得的供体就被你这样弄丢了。病人是人，捐献者也是人，请你不要一口一个供体。你是我见过最差的协调员。你什么态度啊？想一走了之吗？我搞砸的事情，我来补救。我得盯着你一塌糊涂。你看什么？找电线。我不是机器人。我看你像充电。
你跟我进去可以，但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本跟我谈条件吗？说吧。不要插话，你不招人喜欢，我不想因为你引起家属的反感。我不招人喜欢，我可以同意，但是你必须要说服他们同意捐献。这个我不能保证。袁爸爸，到现在，孩子他妈都不愿意进病房看看小蕊。你走吧，我们不会同意捐献的。袁妈妈，您为什么说袁蕊一天都没有尽过孝？和你没关系。她没考上大学，是18岁那年离开家的，跟一个小混混跑了，不学好的东西。5年，一次都没有回去过，还偷偷跟他爸借了一大笔钱。这些也就算了。我去年你做了宫颈癌的手术，你的丈夫给袁蕊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去看看你，结果你们没有等到他。他回去了。这是跟他一起合租的那个女孩给我看到的他朋友圈的截图，他当时看到就截图了。下边是定位，取名是第1医院，应该就是你做手术的那个医院吧。他真的回去了？对，虽然我不认识袁蕊，但是听合租的女孩说，她是一个热情、善良、大大咧咧的女孩。袁蕊离开家不久，就和那个混混分手了。第2年，和她的朋友一起学了美甲，开了一家小店。跟你丈夫借钱是因为被人骗了1年的房租，不过后来的情况好转了。就是他们的小店，我在点评网上搜到了这家店，很多客人都说小蕊是他们最喜欢的美甲师，还给了她很多5星的评价。还有这张照片，虽然我不认识袁蕊，但是我觉得她一定不是一个自私的女孩。跟她合作的女孩还说，她每个月都会存钱，说存够了就会还给她老爸，等还清了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回去见你们。我手术那天，他说他做了一件事为我祈福，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妈妈，我做了一件事为您祈福，回来以后跟您说。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来见我？现在想见也见不到了。你可以派人去取供体了。我已经让他们去了。袁蕊在网上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日期是去年3月18号，你不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刚才不说？器官捐献必须家属心甘情愿，不能有一点道德的绑架和感情上的勉强。对于医生来说，捐献者是供体；对于接受移植的人来说，捐献者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但是对于捐献者的家属来说，他们可能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甚至是子女，是血和肉。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不是最糟糕的，我见过比你更糟糕的。喂，主任，袁蕊出现右心衰竭症状，不符合移植要求，被平台从供体名单里剔除了。主任，病人这么年轻，之前又没有心脏病，应该是骨折，造成了栓子堵在肺里，我想应该是急性肺栓塞。给。龙向东，你怎么不打了？你说呢？肺栓塞，心脏只会进一步恶化，再用药没用的。龙向东，我不知道你这种态度是从哪儿来的，但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马上通知手术室开胸取栓，只要栓子取得快，右心衰竭也可以逆转。开胸取栓。主任报告。主任，是肺栓塞。知道了。愣着干嘛呀？快去呀！那没事，我来吧。是这样的，袁蕊出现右心衰竭，怀疑是肺栓塞造成的。为了能够保住心脏，我们必须尽快手术，时间很紧迫，所以我们需要你们同意才能。就当为孩子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吧。谢谢，谢谢你们。慢一点。平台认为袁蕊的心脏已经成为边缘供体，不予采用。你这是干什么？是肺栓塞，只要栓子取得快，心脏就有希望恢复。不行，这太冒险了，没有胸外的医生接这台手术。喂，刘峰，对，是肺栓塞，是脑死亡患者，我需要他的心脏做供体。好，你去手术室，我们马上到。有人接了。主任，主任，联系了手术室，都满了，坐吧。你跟他们说，是刘副院长紧急的接台手术，必须要腾出一间手术室，时间拖越久，心脏都没得救了。张北来，去吧，快去吧。你经常打着男领导的招牌，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便利吗？对啊，不避嫌？不避嫌，反正医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还不如物尽其用呢。好，谢谢。主任，手术室安排好了，交给我们吧。快去吧，刘副院长等着呢。好，来。只要列为边缘供体，医生就会放弃器官。你这样做真的可以吗？你知道每一年全球因为边缘供体要浪费多少器官吗？心脏不是芒果，不能凭空从树上长出来，所以每一颗供体心脏都来之不易，而且它是全身最坚韧的器官，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情况怎么样？栓子已经取出来了，不过心脏能不能康复还不好说。只能等了。今天谢谢你。不用谢我，其实你也清楚，我之所以愿意接这台手术，是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医生愿意接。我也是因为我们的私人关系。如果有人工心脏，像王雪生这样的心衰晚期患者，
就不会把所有赌注压在一个边缘供体上。所以你现在觉得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还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吗？抢回一个边缘供体，只能救活一个病人。如果有人工心脏，能拯救多少患者？这样的算术题，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不难算吧？这个心脏能不能移植，只能等。也许明天，也许要等很久。最终能不能用也不知道。所以，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汤医生，这颗心脏会没事的。不要过于乐观。不是乐观，是因为有你在，所以我有这个预感，心脏会没事的。我等你的好消息。唐医生，楚磊，怎么了？唐医生，雪纯她一直留着从克梅德出院的时候和你拍的合影。我女儿小萌问你是谁，她就会跟小萌说，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她才能继续陪小萌玩，不是要给您压力或别的，就是我女儿还在家里等妈妈呢。我们等这颗心脏等好久了。我明白。情况有变化吗？还没有。今天晚上我留下吧，我在这守着。不用了，我留下来。那也好，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辛苦。主任，其实今天你能做开胸取栓这个决定，我挺意外的。你的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不过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明人不说暗话，我就直说了。我之前看见你和刘副院长拉拉扯扯的，其实不用我说你也清楚，你们俩这不清不楚的关系，全院的人都看得见。其实对于这件事，大家都挺介意的。毕竟靠关系上位，它不光彩。不过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理由。如果你愿意去说，我还有众命组的所有人，我们愿意去听，我们愿意重新认识你。好，那我就解释一下。你说。4个字。关你啥事儿？喂，主任。哎呀，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OK。这次供体情况有点特殊，我亲自去取，顺便看一下心脏的情况，确保供体没问题，再推王小纯去手术室。你现在跟龙湘东会合，我在手术室等你呢。哎，好，主任。哦，对了，百烈。哎。欧阳处长应该在特护病房，你去跟他说一声，重新把供体录入到移植平台，这样分配才符合要求。好的，主任。去吧。云睿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两位和他告别一下吧。
妈的小宝宝，再见了，宝宝。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啊！宝宝，宝宝，宝宝，宝贝，想你了，宝宝。欧阳医生，欧阳医生，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供体没有问题，马上给秦大忠打电话，让他现在推王雪纯到手术等待室，等我这边取出供体，让他们再麻醉。好的，主任。处长，出大事了！刘副院长，我有事情跟您汇报。可以了，准备接供体。马上给秦大忠打电话，他们可以准备了。唐佳瑜，我是刘峰，我在休息室等你，马上过来。这颗供体心脏今天重新出现在系统里，重新分配给了一个配型相同的病人。这个病人昨天晚上才登记的。知道这件事后，欧阳和我马上和平台进行了沟通。把2个等待移植的病人的所有数据都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得出结论：这个重新分配的病人病情危机程度更高。如果没有供体，生存期不超过3天；王雪纯的生存期至少在1年以上。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想拿走这颗心脏？不，新病人的主刀医生知道了这颗供体昨天出现过问题，他希望由你来主刀完成这台移植手术，毕竟你是对供体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派车把病人送过来，10分钟以内就到。他们也是怕供体瑕疵影响移植存活率。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心脏是我病人的，我现在要给他做手术。唐佳瑜。如果有任何办法为王雪纯留住这颗供体，就没有刚才的对话。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平台的规定，按照病情的危急来分配供体，不然的话会对医院造成严重的信誉度危机。到时候受害的不只是王雪纯一个人，而是安和做移植的所有病人。这个轻重，你掂量得清吧？刘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王雪纯就在手术等待室，你们让我怎么跟她说？我说昨天因为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想让她得到这颗心脏，现在反而让她失去移植的机会，是这样说吗？你们教教我。我不管，我管不了其他那些事儿，我只是个做手术的医生，我只能看见眼前的病人，别的跟我没有关系。现在王雪纯是我的病人，她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她是无辜的，我只要对她负责。她信任我，我能辜负她吗？我知道这对王雪纯不公平，但是你想，如果每一位医生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平台冰冷冷的数据来挑选哪一位病人应该得到心脏、肝脏、肾脏，甚至是角膜，唐佳宇，
你能想象这样的医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院吗？我都听说了，移植手术总是最难的。以往的移植手术总是需要一个病人的死亡和捐献来拯救另外一群病人，而今天你这台，说实话，如果换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不过，我相信你应该已经有他了。刚才我确实冲动了。这就是原位心脏移植的病人。麻醉，病人情况稳定，可以开始手术了。开始手术吧。真诚。尽量。心脏开始复跳了，窦性心律跳得不错。可以停体外循环了。出来。他在干什么？他在缝遗体。人手紧的时候，医护会优先上移植台，捐献者只能等到2周下了台再去缝。不过欧阳处长每次都坚持亲自缝合，而且用的都是美容针。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人都已经死了，缝得再好又有什么用？但是他却说，要把遗体以最佳的状态还给家属。是我把王雪晨的供体弄丢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说，我替你去。不用了，他应该从我这儿听到这个消息。刘峰，你说的对。如果有了人工心脏，我们就不用那么被动的等供体心脏，我们可以救更多的病重患者。虽然器械研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是人工心脏的研发，我愿意加入。
请问唐佳瑜医生在吗？哎，那个就是唐主任，您找他有事吗？您是病人家属吗？那不是刘副院长的老婆吗？她怎么来了？这是我大姨，前年心梗；这是我大舅，去年心梗；这是我妈，今年心梗。3个搭桥手术，老人年纪大来不了，我帮他们开药。您照这个单子，开3份。开不了，得病人亲自来，看恢复情况再调整药量。不开是吧？不开我投诉你们。手指长，高度近视，胸口还疼，这不就是马凡综合症吗？大夫，我是不是主动脉夹层了？大夫，我怎么办？我好害怕呀！你这主动脉正常，检查也都正常，家里也没有人确诊过，所以不支持马凡的诊断。可是我上网查了，网上说这就是马凡呀。别的孩子世界各缺损都能用微创，为啥我家宝宝就得开胸？你家宝宝除了视觉，还有别的心内畸形要一起处理。那也可以微创呀！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听说什么都能微创，要不宝宝长大了穿不了比基尼啊。恢复挺好的啊，继续吃药，3天后再来复查。哎，好，谢谢冯主任。下一个，叶一鸣，第一次出门诊，感觉怎么样？哎，就那么回事吧，没有收到一个开刀的病人，要么是来复查的，要么是来开药的，还有几个在网上查出来自己已经确诊是绝症的。这医生啊，最怕病人自己在网上查自己的病症了。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医生。哎，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没在手术室啊？啊，有一个会诊，正好路过。唐佳瑜，跟你说件事儿。那你们说，我就先走了。没事，就2句。这个心脏外科峰会给医院发通知，邀请你做主动脉分论坛的主讲人，你准备一下发言稿。这个会议流程呢，不让助理翻你邮箱。真的？这学术界终于肯抬出一个手指缝让我进去了。什么手指缝？这么重要的论坛，你要抓紧机会。你代表的是安和医院。这刘峰怎么了？我老婆找你干嘛？找我干嘛？给了我这张照片。不知道啊，可能是因为最近太麻烦了。你知道心脏外科峰会论坛的主讲人意味着什么吗？当然知道了，这是国内最高规格的外科论坛之一，给了你一张 VIP 入场券，就是说明国内的同行都开始接纳你了。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最新经验，也可以在里面学习他们的最新经验。回答错误，这是给了我个机会，跟整个行业里宣布，心外又来了一个行业里的大牛。你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心外流传的一句名言，一位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是这样的一种：如果你问他世界上3位顶级的外科大夫都有谁，他们竟然回答不出其他2位。我听出来了，你在夸我啊，你夸我自大。我说的这是心脏外科大夫的普遍特质啊。哎，随便你说什么吧，反正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我要好好准备。哎，周达电话。喂，周达。好，知道了。周达收了个病人，我要马上去一下。这心脏都粘胸骨上了，
没法下刀啊。江百烈，哎，到。病人情况说一下。主任，患者叫方宁，今年36岁，3条冠脉全堵了，左主肝堵了90%，具备搭桥的手术之症。可是患者已经做了3次搭桥手术了，他这胸腔粘连的很严重。36岁就搭了3个桥了，典型的家族高胆固醇血症。是啊，脂类代谢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特征就是早发性的心脏疾病，儿童时期就有可能得上冠心病。主任，刚才我去问诊了，方宁是12岁的时候确诊的。周达，哎，病人怎么找到你的？哦，我老婆是方宁的粉丝，看她微博知道她生病了。啊，粉丝？这患者是一女明星啊？不是明星，作家方宁。嗨，哎，你们竟然不知道她？喂，她红了10几年了，言情小说天后。哦，我告诉你们，我老婆每回看她的书都要骂我，说跟她书里的爱情相比，我们俩顶多算是个兄弟情。你说牛不牛？主任，您不会也没看过吧？你看我像是会看言情的人吗？那倒也是。哎，说正题啊，他已经去过好多家医院了，都说粘连太严重，根本没地方下刀。怕这一开胸，心脏就破了，更别提搭桥了。哎，大大啊，我好像在地铁上看过他卖书的广告，是不是啊？他的书拍过好几部电视剧了。哎呦，现在的电视剧不是谈情就是帅的，无聊死了。大师叔，我推荐您去陶厂看悬疑剧，亲测好看啊。陶厂？对啊，我有会员。江百烈，你怎么还有时间看剧啊？还买了会员啊？逮着每集都看是吧？坐地铁的时候打发时间的事，你不要再说了。什么？在这儿，下刀的地方。方宁，感觉怎么样？还好。唐医生是吧？对。周医生说你很厉害，我还有的治吗？当然能治好了，医生啊，一切都用最好的，花多少钱不是问题。这位是？哦，我是方宁小姐的经纪人丁志鹏，大家随意一点，叫我丁总就可以了。方宁的情况是这样的，他的父母呢很早以前就不在了，他也没什么亲人，所以之后有一切的医疗问题都找我对接和沟通。赵阳这2天就回来了，他会来医院的。赵阳是我男朋友。方宁，你的心脏和胸骨之间是有间隙的，还是可以手术的。真的？你先别激动，躺下。你听我把话说完。人体呢，能供搭桥的血管一共有9根，你之前做过3次搭桥，已经用了5根，所以我们要确保你剩下的桥血管还适不适合做搭桥。其次呢，就是你的胸腔粘连太严重了，就算现在做了搭桥手术，很快会再堵，所以我们必须要想一个能够让桥血管长期通畅的办法。这2点满足不了，还是没有办法手术。那具体需要多长时间？你们有几分把握？需不需要找一些外院的专家来会诊什么的？作为方宁的经纪人，我不允许在这件事上有任何的闪失。丁先生是姓丁对吧？对。哎呦，时间也不早了，探视时间过了，要不然你先回去让病人休息一下。不早了哈，等我晚点再来看啊。谢谢。百烈，哎，宋主任，哎，先生有事吗？没事，到办公室有话跟你说。哎，百烈，这是春苗成长的医生培养计划，主要是针对一些低年资的有潜力的年轻医生。只要是通过考核拿到外国医疗机构的邀请函，人家会提供经济援助。我记得你是不是一直想出国深造来的？宋主任，你还记得？这个计划呢有一次初筛淘汰率很高，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真想去？想去，我要去长长见识啊！对，
如果你真的想去，我会跟他们说一声，让你直接进入第2轮。就这样吧。你先拿去准备一下，如果有回复了，我再通知你。行，谢谢宋主任，您对我真的是太好了。你这孩子我喜欢，清清爽爽，没那么多心眼。好，忙去吧。行，那我走了，宋主任。好嘞，谢谢。来，坐。哎呀，坐。门诊怎么样？接了6个住院的，3个搭桥，2个换瓣，还有1个夹层。哎呀，得想办法把这个病床的周转率提上去啊！咱们组是心外手术量最大的，只要咱们保持住，谁当主任都拿咱们没办法。哎呀，幸亏有你啊！哎呀，咱俩还说这个？哎，小宝，那个网上视频那事儿，就是保安老婆发的那个。那视频咋了？啥也看不清楚，像素那么低，都看不清楚这刘峰和唐佳瑜。怎么看不清楚？除了他俩还有谁？只不过没人在这评论区里点名他俩的身份罢了。不是哥，你说这个我就生气。他们俩这私情都整到院里来了，咱们是不是得给他们抱出去？我最讨厌这种靠男人上位的女人。这事你放心啊，交给我。我以前有个病人，专业做媒体的，我让他把这个视频往热点上推一推。咱们如实报道，有啥说啥啊。不整不虚有。哥，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实事求是啊。主任，你还没走呢。我在看方宁这些年的病历。哎，可是为什么用大钟数的电脑看？关键在唐宁手里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哎，乔血管的结果出来了吗？哦，出来了，胃网膜右动脉和右侧乳内动脉可以，剩下的其实它没剩什么。前几次搭桥用的调血管太多了。也就是说，再搭桥的话，远切通畅率必须要延长，不然下次就算能开刀，也没有乔血管了。是这个意思。怎么能让他不粘连呢？早。早。崔主任，今天医院里的人都很奇怪，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有吗？没有吗？到底为什么？行吧，那就让我来当这个恶人吧。啊，看吧。好，大家在看的就是这个。对。就是因为这个。啊。谢谢。不客气。哎，这脸都看不清，这帮人就瞎评论，他们是不是有病啊？我得教育教育。就是因为看不清，才能随便说。小龙，小龙，这不是你吧？是我，是我。哎，你别说，还真行。当然也不可能是你，这绝对不能是我呀！这个，所以说，用私生活有问题来对付一个人呢，永远是最有效的方法。只要说这个人私生活不检点，分分钟名声完蛋，想找补都找补不回来。我觉得这是造谣的人有问题，而且是人品问题。哎呀，这个事儿如果查下去啊，跟你说吧，最后倒霉的一定是唐佳瑜，刘副院长一定是没什么事。哎，你们想想，谁会在那个视频的底下评论啊？这会是谁？哎，我这虾条哪去了？这不是唐主任和刘副院长吧？视频你们都看了吗？那你觉得是谁啊？我觉得
你们不会怀疑是宋主任吧？为什么每次有坏事你们都会怀疑他呢？如果这是保卫处的人发的话，那评论肯定也是他们干的呀。你是不是傻呀？保卫处的人和唐主任还有刘副院长又没冤没仇的，干嘛要在网上写安和医院梯形外科女主任和 L 姓男上司这种指向性明确的话呢？这一看就是咱们科人做的。那也不一定是宋主任，你们这总是冤枉人。你站哪边？哎，东东，百里，我们没有怀疑谁，也不会冤枉任何人。好，干活，干活！我今天迟到了啊，马上换白大褂，查房去。你是不是吃我虾条了？我更喜欢吃番茄味。方宁，你的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可以手术。因为你胸腔内粘连严重，所以如果按常规的在你的心脏前侧搭桥的话，桥血管很快会再堵。所以我的方案是将桥血管绕到你的心脏后面，直接搭到冠脉上，这样桥血管的远期通畅率会高很多。但是你已经做过3次手术了，所以我们要把你剩下所有的桥血管全部取下来，连在一起才够长。但是手术风险高吗？非常高，但是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我愿意冒险，就是手术能不能再等一等？为什么要等？你不会又是等那个赵阳吧？我有分寸。我男朋友已经订了回来的机票，就这2天就能回来。我还是想在手术之前再见他一面，这样就算万一手术出了什么问题，我也没有遗憾了。方宁，你自己要清楚一点，你的冠脉已经堵了90%，只有10%是畅通的。如果这10%再堵了，非常危险。我要等他，体重要盯紧一点，有什么问题马上安排手术。明白了。唐医生，你们先去查房吧。好。有什么事吗？唐医生，您看是这样啊，您能不能编一些你们那种医学理由，让方宁今天就手术？不能，病人要等她男朋友，我们要尊重病人的意愿。那什么男朋友啊？他俩1年都见不上世面，那男的就是玩的，拿他当提款机。唐医生，您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您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等死吗？我做不到，要尊重病人的意愿。朱护士，19朝昂加可达龙，300毫克配成，50毫升泵入。医嘱呢？口头医嘱。下不为例啊。你先等会儿，签个字儿。好，小朱，哎，把床下片安静。好。要不你看那个药柜里有没有，帮我拿一片得了。你等一下，廖主任，这边先弄了吧。哎，小朱，你短视频你看了吗？那个 T 姓女医生跟那个 L 姓男上司，这俩人我看着好眼熟啊。廖主任，我们护士长说了，不让我们谈这些。哎呀，这有啥不能谈的？不就八卦吗？过分了吧？你跟谁说话呢？真没礼貌。跟宋宝德养的看门动物说话需要礼貌。说谁呢？干嘛动手啊你？龙向东，主任。龙向东，你在护士站打架，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是他主动挑衅，他要把那个链接。那个视频是吧？不知道。我还今天给我看的。原来是老崔说的。那你不生气，不澄清一下呀？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为什么要澄清啊？无非就是一个 T 姓女主任，我就要对号入座吗？可你不对号入座，全院的人都在帮你对号入座。让他们对好了。他们背后说我，无非是因为嫉妒我，说的越凶，那就是越嫉妒。我怎么了？少了一颗汗毛没有？是不是还好好的？反倒是你，护士长跟人家，你才是给他们增加了弹药和谈资，明白吗？脸皮真够厚的，
我都开始要对他产生敬意了。什么呀？主任那叫内心强大。我明白，跟人打架是我不对。主任，那个视频上的人，不会真的是你吧？刘向东，你还记得我在原美病房跟你说过一句话吗？重复一遍。你说关我啥事？我明白了。出去。那 L 就是刘峰嘛，那还用说 ？T 就是唐佳瑜啊，前女友算半个女朋友。我早就说嘛，搞空降兵肯定有猫腻，这干柴烈火的。叶主任，按照您说的，我挨个看了监控，这是视频里那2个人那天晚上在医院其他地方被拍到的时间点，我都给您写下来了。每个医生的门卡都是独立的，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7点钟在普外，还有9点钟在 ICU 刷过门卡的人都有谁？是他们。宋主任，啥时候给俺做手术啊？啊，您这情况我们会尽快安排的啊，您放心吧。好，谢谢宋主任啊。方作家，我是您忠实的粉丝啊。这本书是您出版的第1部小说，我已经买了10几年了，希望您能给我签个字，签个名。当然可以。谢谢。欧阳处长，唐主任，唐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来检查你们的卫生达不达标。你该不会是方宁的粉丝吧？是又怎么样？方作家住在咱们医院，我过来看看，不行吗？方宁，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想问你一下，你的书迷粉丝大概都多大年纪啊？18到24岁的女性。处长，有点超龄了。欣赏好的作品不分年龄段，你不懂就别问。那应该是心智不太成熟。2位是好朋友吧？不是，是同事，关系很一般的同事。对，看起来应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不是速度太快了？啊，还好。谢谢您。签完就马上离开。我叫欧阳真宇，真假的真，给予的予。谢谢，谢谢。方作家，我还想问您，就是现在连载那本小说，最后的结局，男女主角有没有在一起？哦，这个不方便剧透啊。不过，男主角是以我男朋友为原型写的。哦，那就是大团圆结局。差不多了。谢谢，打扰了，再见。空了吸一下氧啊。言情和你很不搭。
有什么不搭的？谈恋爱跟你就不搭，谁会愿意跟个机器人谈恋爱呢？我是没谈过恋爱，你愿意笑就笑吧。啊，欧阳春阳，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没谈过恋爱。是吗？我以为你知道，故意说的。他们在背后都叫我圣斗士。圣斗士，这个名字起的还挺妙的。那也没有某些人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妙。放心吧，我知道那不是你。你是怎么知道那不是我的？连我们小组的人都不能确定那是不是我。这是对安和医院的污蔑，所以我听到网上传闻的第一时间就去了保卫处调取了整个监控的视频，而不是网上那10几秒。你是真的在乎医院的声誉，还是想满足你自己八卦的心？两者都有。我看了之后就知道那不是你。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你看这个。这跟网上的视频有什么区别？还不是啃来啃去的？区别很大。咱们医院的手术间分3个区域：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每个区域对口罩帽子的要求不同。网上传的那一段是在手术室值班室门口，啃来啃去没关系。但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一段后面是什么？3号手术间。对，3号手术间的走廊是不可以摘掉口罩的。虽然看不清脸，但是看到这儿我就知道，那肯定不是你。原来你认为不是我，并不是因为相信我，而是认为我不会违反无菌原则。那当然了，你想什么呢？我为什么要信任你？欧阳处长，我找唐主任有点事儿。刘峰，新外峰会主讲人的事情，谢谢你。我以为要等到1年半载才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在行业里站住脚，没想到这么快。你放心，演讲稿我已经写好了。我没工夫管那闲事儿。网上视频你看了吗？我知道。那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周围那些废物怕我生气不敢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敢跟我说？不然我不会现在才知道。唐佳宇，自打你来了安和，我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成天除了给你收拾烂摊子不说，现在我还搭上我的名誉，我可是要竞选院长的我真后悔把你给薅回来。你是为了网上视频的事情生气，还是为了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些话？我不知道，反正我非常生气。如果你真的要竞选院长的话，我劝你还是要先冷静。我冷静不了，那个视频是保卫处传出来的，人已经开除了，但是评论八成是宋宝德搞的鬼，我没有证据。不需要证据啊！我劝你，你就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然后仔细想一想，作为一个医院里的领导，要怎么应对就好了。唐主任。哎，叶明，你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有点事儿。怎么今天都找我有事儿啊？刚才刘峰差点被那个视频气死，你找我什么事儿？你不生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啊，你到底有什么事儿？那我没事了，你忙吧，我走了啊。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没事。主任，您签个字。哎，这视频你看了吗？听说是宋主任找人评论的，真够嚣张的。可不是嘛！听说陈汉文知道那男的是谁。陈汉文，你为什么不说实话？怎么了这是？原来你知道视频里的男的是谁啊？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不给他揭露出来啊？你害得主任到处被说。谁？唐主任啊？宋主任。所有人都说那评论是宋主任叫人发的。如果你告诉他那是谁，他就没理由这么做了呀。走，你跟我去解释清楚去，不然我这视频发网上，我告诉你。就是宋主任发的。你少蒙我啊！宋主任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说。你这样，你先把那视频删了，我告诉你行吗？你先告诉我，告诉我就删。让你小点声。是这样，我今天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知道那男的是进修医生小李，不是刘副院长啊。结果宋主任说，让我先别告诉别人。宋主任还笑呢，他说，小李给他提供了好素材。你就不听我话，你不听我话，迟早被害死！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去看一下房宁。你现在情绪不能太激动。刚才因为情绪激动，有些气喘。必须要手术了，不管是谁，都不值得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明白吗？写了大半辈子的言情小说，自己爱上一个人，还是头一次。他们知道，已经36岁了，我才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就是这个人，让我觉得我是个正常人。我想做个正常人，我要等他。血血清心绞已经发作了，必须要手术，准备手术室，马上做搭桥。入睡之后，准备做主动脉取暖反搏。好。方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早？你现在病得很严重，必须马上手术，知道吗？不能再固执了，快点。我们主任马上过来。主任，这个就是方宁要找的人。你是赵阳，方宁的男朋友？是，下飞机我就赶过来了。我能和他见一面吗？现在不能，他马上手术了。你为什么来晚了？航班取消了，为了能快点回来，我就换了一个倒2班的飞机。转机的时候手机又丢了，就没赶上飞机。医生，您帮个忙，帮我告诉他，我把工作辞了，再也不走了，一直在他身边。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等他手术完，你亲自跟他说吧。龙向东，一会儿取右侧颅内动脉。好。血压正常，可以继续手术。电灯，定心液。
大的撑开器。麻醉，帮我调一下这个灯光。好。再往下，往下，往右一点。好，可以。病人情况怎么样？还不错。好，测一下流量。流量正常，心跳不好，心脏失颤，失颤！快除颤板。给电，20焦耳一次。还是不太好。给电，20焦耳一次。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手术很顺利，你不要讲话。ICU 本来不允许外人进，但是有个人想见你，我让他进来了。你要跟我保证，见到人的时候不要太激动。方宁恢复的不错。人没有爱情不会死，不仅不会死，也许还能长寿呢。我说你怎么这么愤世嫉俗啊？对。喂，刘峰。什么？我知道了，挂了。怎么了？主讲人邀请，峰会取消了。怎么会呢？该不会是因为那视频吧？没有明说，只是说在峰会期间不希望网上有除了医学之外其他的评论。这算什么话呀？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生气吧？我生气，我很生气。我准备了那么久，论文都写好了，就因为莫须有的事情，全白准备了，什么都没了。叶一鸣，我想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为什么有的病人叫廖晓波宋主任？重病组在唐主任的带领下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由于肩负着临床任务和科研任务的重任，人手紧张。院长意思呢，就是暂时接调廖晓波到重病组。我不去啊。不是那，我还有很多病人呢，刘院。刘院长，廖晓波是我这个组的，你把他调走了，我是忙不过来怎么办？有问题向院长反映去。散会。这廖晓波是我的得力干将，左膀右臂，你把他调走了，这不拆我台吗？跟院长好好说说啊。调廖晓波
就是我和院长建议的。啊？你记住，以后医院的事情就让他烂在医院里头，别到外头瞎传。还有，廖晓波替你出门诊的事，这反正都是出诊接病人，这有什么区别？别的医疗所不都这么干吗？这不能成为理由。为挂号病人看病，那是医生的天职。对你的惩戒措施，医务处会通知你。正好，廖晓波调过去了，你呀可以亲自出门诊了。好自为之。哎，主任，这2年晚上全是你的新闻。不会啊，又来了？不是，是方宁。他出院后呀，在直播里跟粉丝分享这次的手术经历，说要不是唐医生你呀，他就见不到他的男主角了。你看，现在网上好多帖子都在说这事儿呢。P 了吧？咋 P 了呀？挺好的，没本人好看啊。佳宇，终于找到你了。